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杀疯了啊！年末了，各大女明星又进入到了最忙碌的一年，那就是参加各种年终盛会。GQ 红毯、爱奇艺尖叫之夜、星光大赏、微博之夜，一个比一个卷。这样的红毯活动对于女明星来说，除了影视作品，红毯就是她们的第二战场。想要在红毯上艳压群芳，不论是礼服、身材还是颜值，都必须的打起12分精神。而就在她们想尽办法吸睛出圈，成为红毯女神的时候，一个女明星却从红毯上消失了，她就是赵丽颖。哪怕还有她的热搜，为什么赵丽颖不参加微博之夜？有人给出了答案：当别人还在红毯艳压时，赵丽颖在做一名演员。是的，虽然没有参加各种红毯活动，但是赵丽颖的热搜却一直都没有断过。不同于其他女明星的各种红毯造型热搜，甚至是交换礼物情节上了热搜，赵丽颖却是因为张艺谋导演的新片《第20条》的宣传片段上了热搜。仅仅几秒的镜头，演戏张力就让人惊艳，看了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。这次她所饰演的角色是一位聋哑人，郝秀萍，全素颜，头发凌乱，衣服破旧。她用手语比划了郝秀萍的名字，那个样子很真实，很接地气，很贴近生活，甚至很让人怜悯。有人说她明明在笑，可是郝秀萍身上的破碎感却在她脸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是的，聋哑人不好演，因为不能讲台词，所以演员在出演聋哑人士时更加考验演技，他只能依靠肢体动作和眼神来进行表演。不得不说，对于这个角色，赵丽颖真的用心了，哪怕只是短短几秒钟的镜头，但已经看出她和同期女明星不是一个赛道了。她正在向实力派演员转型，她真的演出了那种苦难无声却震耳欲聋的感觉，让人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那种绝望、无助、令人窒息的感觉。就连张艺谋都毫不吝啬地夸她。我对她的表演非常满意，她突破自己的天花板，去扮演这样一个人物，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。就连网友都声称她的出现一次比一次 NB， 甚至有人说内娱欠她一个影后。是的，现在的赵丽颖，无论是她的角色的广度，还是作品选择方向的全面性，在整个85花式独一档，她从不知屑于待在舒适区，她也不屑于营销人设，不卷红毯，她一直都在埋头苦干，有机会能突破转型，就肯舍下身段去尝试。就像她所说的，别让我抓住机会，一旦有，我一定会拼命地抓住。郝秀萍的为映先火，对赵丽颖来讲并不是偶然，她可以说是85花里对自己最狠要求最高的那一个了。从风吹半夏开始，有人就说赵丽颖变了。在片中，她饰演一个白手起家的女商人许半夏，一路从收废品到倒卖废钢，从一个二道贩子到钢铁公司的老板，她有野心，有能力，也有原则。这样一个大女主剧，赵丽颖把握住了机会。直到现在，翻开风吹半夏的豆瓣页面，不少人都给出了这样的评价。看了后发现赵丽颖和其他同期演员不是一个 level 了。85花里她很认真的在转型。许半夏是一个从无到有，一点一点打拼的角色。幸福到万家里同样也是。她所扮演的和幸福也是一个一无所有的农村女性进城打拼，在艰难中闪现着希望的女性。在幸福到万家中，她所扮演的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。对其他女明星来讲，很排斥的乡村角色，她演起来倒很得心应手。
因为她本身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姑娘，所以太明白在这个角色的状态跟情绪了。金巧巧就曾公开说过，你让我演公主可以，但是让我演农村人，我就费劲了。是的，在娱乐圈闯荡的，无非分为2种。第一种，家庭优渥，足以支撑他们去追寻自己的艺术梦想，完全没有后顾之忧，甚至失败了可以回家继承财产。另一种，非科班出生，完全靠咱自己打拼实现翻身，一路摸爬打滚。赵丽颖就属于后者，她出生于河北廊坊的农村，祖祖辈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，在别的小孩还在玩洋娃娃的年纪，她每天都是去地里收麦子，帮家人干农活。她的学历中专，在娱乐圈没有任何资源与背景。在踏入娱乐圈之前，她发过传单，做过服务员、销售，跟大多数外出打工谋生的农村女孩没什么不同。对于那些衣食无忧、生活幸福的城市女孩来说，她们可能永远体会不到农村女孩悲惨的命运。去年上映的《我本是高山》争议不断，但那时赵丽颖就曾上了热搜，不是因为她与电影有什么关联，而是她的一段朗诵。在央视2022年三农人物荣誉盛典中，她泪洒现场朗诵了学生们写给张桂梅老师的信，向张桂梅老师致敬。曾几何时，他们说女娃生在了大山，爱注定前路暗淡，嫁人生子，洗衣做饭，日子就是天边的浮云，可以一眼望穿。直到你的出现，让我知道了这世界原来还有另一面。从此，我下定决心，不再做依附他人的藤蔓，我要拼命生长，长成一棵树，把鲜花开满树冠。这次的朗诵或许不是很完美，但却是饱含真心的致敬。是的，因为出身农村，一路走来倍尝艰辛，所以赵丽颖更能感同身受那些因为张桂梅经受了知识灌溉，改变了人生命运的女生的满腔感恩之情。越是深入了解她，越能感受到她的人格魅力。她真的很有力量，内心也很强大，是那种从骨子里的坚韧、沉稳。这些年，她一步一个脚印，出演了各种大爆剧，《花千骨》《楚乔传》都是她的代表作。《杉杉来了》演的是萌萌可爱的女孩，可是她一点也不傻白甜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，更是迎来了她事业的高峰。直到现在，厂长每年都要拿出来再多看几遍。她曾说过，不希望大家看到了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永远拘泥小情小爱，总是为了男人斗来斗去依附男人。我希望他们总有更丰富的思想，积极的去追求自己的信仰。事实证明，她真的做到了。虽然她演过不少偶像剧或者仙偶剧，但是女主人设都没有恋爱脑。陆贞、珊珊、楚乔、明兰和幸福、沈宇、许半夏都不是。信仰是第一，女人也可以成为英雄。其实放眼内娱，她也算是有不少代表作的女演员了，也曾站在顶流之上。但最令人动容的是，她一直不忘初心，无论何时，她的眼神始终是清澈的。早在2013年，她就已经立志绝不当花瓶。她给自己的定位是演员，演员是体验人生百态，把自己的感受反馈给观众的一类职业。如果自己只会把好看的一面留给观众，观众会说：“哎呀，赵丽颖怎么就知道耍漂亮？”那我会觉得自己当初还不如不要进这个行业。演员吃苦是应该的，我们就是吃这碗饭的。观众骂赵丽颖的脸怎么那么难看，那就对了。演员就该这样，我不希望被当成一个橱窗里的摆设。如今，她依旧在不断地挑战自己，郝秀萍就是其中之一。未来我相信，她会给我们带来更多、更震撼人心的角色。所以，当某些艺人至今还在营销颜值外貌，在努力争取流量，暗自较劲谁礼服更美的时候，
其实应该反思一下，这就是你追不上他脚步的原因。